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能续报奇迹，热度只是表象，质量才是王道。又书名号，咱们聊聊这个《富山海》。数据上13亿播放量，猫眼季度热度第一，确实是好成绩。但说它是爆剧，这话怕是的斟酌。剧刚开播时，期望值高的吓人，结果到后半程口碑两极分化，热度也没续上。诚意后续的几部作品还有爆的可能吗？先说他接下来的两部剧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和《长安24记》。这俩名字一听就不是普通作品，《狐妖小红娘》系列已经上线不少篇了，但目前来说它是爆款有点困难。月红篇被吐槽扑了，口碑翻车，直接影响到观众对王权篇的期待。而且搭档李一桐，这姑娘演技挺扎实，但她主演的剧总是没办法彻底出圈，还真挺奇怪。这么一来，王权篇能不能扛住压力，可真不好说。倒是另一部《长安24记》值得期待一把。这是一部古装悬疑剧，咱先不说剧情如何，光是阵容就已经晃花眼了。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倪大红、张涵予、对，还有黄觉、韩童生、李宗翰，这些名字往那一放，甭管别人怎么，咱观众反正的立刻竖起耳朵。而这阵容不亚于之前热播的《藏海传》。有人说演技派扎堆，诚意势必要被这些老戏骨抬咖，这话不无道理，但关键还是剧本的硬，故事的真金白银拿得出手。好戏骨不怕烂剧本，这话您信吗？我反正不信。不过聊起诚意的剧，咱得把《藏海传》和《富山海》横着放一起看。《藏海传》够火，热搜话题一度霸榜，关键是观众买账，因为剧情够爽。黄觉饰演的庄如影和肖战那对戏，真是爱看戏的人过瘾得很。而《富山海》呢，对标《藏海传》，结果中途换了方向，朝大凤打更人靠，风向不稳，观众还不得晕乎。观众可不吃光靠讨论度喂出来的甜枣，质量才是王道。这点我们看看《以法之名》灼灼韶华。剧开播低调，风头不算太盛，但剧情扎实，口碑发酵得快。反倒那些一上来靠噱头猛对热度的，常常撑不住中场。比方说《狐妖小红娘》《月红篇》，一提这名儿，心里都直哆嗦。再说《长安24记》，目前招商已开始，预计第4季度上线。那么它能不能爆？说爆的看2个字：质量。如果剧情真能扛住大家的期待，再加上这票戏骨的表演，那诚意确实还有机会站稳脚跟。不过有一点咱得清楚，戏剧走道还是看观众的口碑，质量是剧中核心，热度只是锦上添花。咱们不做爆预言，您就耐着心子瞅，剧播出后究竟啥结果，一目了然。近几年，诚意在影视圈的表现可谓话题不断。他的作品既有高开高走的典型代表，也有中途掉口碑的遗憾之作。最近的《富山海》数据层面确实不俗，13亿播放量，猫眼季度热度第一，这些成绩摆出来，怎么看都是一块亮眼的招牌。但问题在于，光有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。剧集前半程的讨论度确实让人以为要再现爆款奇迹，然而随着剧情推进，观众口碑逐渐分化，热度也未能延续下去。由此可见，诚意能否再出爆剧，恐怕要看后续作品的硬实力。先来看他的2部待播新剧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与《长安24记》。这2部剧，一个走的是国漫改编的奇幻路线，一个则是古装悬疑的权谋题材。从题材本身来看，都具备了出圈的潜力，但能否成真，还要分开分析。狐妖小红娘系列在国漫粉丝心中有一定基础，但影视化的表现却并非一帆风顺。
月红篇当初备受期待，结果口碑却集体翻车，被批剧情散乱，人设崩塌，直接影响了观众对系列后续作品的信心。如今程毅主演的王权篇肩负着旧口碑的压力，而搭档李一桐虽然演技稳定，但他主演的剧始终难以掀起真正的热潮，这一点也让不少人担心。若王权篇剧本质量不够硬，恐怕很难摆脱高开低走的命运。相比之下，《长安24季》的期待值要高得多。原因很简单，阵容太硬。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倪大红、张涵予、韩童生、黄觉、李宗翰这些名字放在一起，本身就构成了一道演技保障墙。观众看到这样的阵容，自然会把期待值拉到更高。但光靠演员是不够的，剧本和叙事才是根基。《藏海传》的爆火就是因为剧情紧凑，人物立得住，观众才愿意追到最后。反观《富山海》，故事线摇摆不定，一会儿权谋，一会儿玄幻，观众自然容易掉队。由此看来，《长安24季》能否爆红，关键还得落在质量二字。其实，把《藏海传》和《富山海》放在一起对比，很容易看出程毅剧运的波动。《藏海传》在热度和口碑上的双重成功，说明程毅完全有能力借助优质剧本再上一层楼。但《富山海》的不稳表现也提醒我们，演员个人的努力终究有限，作品质量才是观众买单的核心。哪怕阵容再强，导演再大牌，如果剧本不给力，观众也会果断弃剧。这几年，观众的审美越来越成熟，单靠大规模营销和话题炒作，最多只能撑起开播时的声势，却很难维持长久热度。相比之下，以法之名、灼灼韶华这些低调开局的作品，反而因为剧情扎实，口碑自然发酵，最终实现逆袭。反例则是《狐妖小红娘》、月红篇，噱头极大，结果中途口碑塌房，成为高开低走的典型。如今《长安24季》已经启动招商，预计第4季度上线。它会不会爆？这要看3个维度：其一，剧本是否逻辑自洽、节奏紧凑；其二，戏骨与年轻演员的化学反应能否带来亮点；其三，观众是否愿意为程毅在这样一个高手云集的舞台上继续买账。如果这3点能够成立，那么程毅完全有机会凭此剧站稳实力派古装男主的位置。归根结底，影视行业里所谓的爆，绝不仅是播放量和热度数据的叠加。真正能留下口碑的作品，都是靠扎实的质量说话。观众早已不是只看热搜就追剧的时代了，他们要的是好故事、好表演、好制作。程毅未来是否能再度迎来爆款？答案恐怕不会来自铺天盖地的营销，而是来自剧集播出后观众的真实口碑。换句话说，热度只是表象，质量才是王道。